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学习《地藏经》。大家的意念还回到这个忉利天，忉利天宫，就是继续参与这个佛与地藏王菩萨还有众佛菩萨的对话当中哈。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10。这时地藏王菩萨承蒙佛的这个威神之力从座上站起来，跪立合掌，对佛又说了世尊呐，我观察业道的众生业道就是6道轮回以内都叫业道观察众生去衡量他们布施的功德。布施的功德，请大家注意这个词有的轻，有的重，有的是一生的福报，就是能得到一生的福报；有的呢得到10辈子的福报，还有的人得到100次、1000次轮回的这个大福报。这是为什么呢？恳请世尊为大众开示。佛告地藏王菩萨说，我现在就在忉利天宫大会上就说一下我们芸芸众生做布施功德的这个差别的看法就给大家讲了。地藏菩萨回答说我确实有这个疑惑非常愿意听您的教诲。佛告诉地藏王菩萨说，这个地球上这个芸芸众生有这个国王、宰相、大臣、大长者、大贵族、大婆罗门婆罗门就是神族了，与神沟通的族等等，这些都是超级贵族的人如果碰到那些最下等最贫穷的人，或者碰到哑巴呀、聋子呀盲人痴呆呀侏儒等等残疾残障人士的话呢，那么如果这些王公贵族要想布施的时候，若能够心怀大慈悲，面带慈悲的微笑，或者是这个亲自布施，或者叫人帮忙布施还要这个慈言善语，这些王公贵族就所获得的功德就相当于供养了无量无边的佛那样巨大的功德。佛还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王等贵族能够对那些最贫贱残疾的人发出大慈悲心的话，因为这样的慈善的行为，所以才有那么大的这个福报。比如说贵族的权力荣耀其实这个权力和荣耀本身也是来自于现在和过去世的布施，今世才有这样的富贵。佛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这个富贵怎么来的？其实都是布施来的，只是有的是前世布施，在未来的成百上千个转世当中，还是指这些富人都会无比的富足拥有这个珍宝无数。珍宝无数，请记住不是白菜珍宝，那就是超级的这些宝石，最贵重的东西无数你拥有有的人是论多少车库装宝贝那真是就是大富大贵就更何况什么满足一个人这个基本的什么生活起居的这个经济需求呢？说那根本就不在话下。还有呢，地藏王菩萨如果在未来世有国王贵族等大臣见到这个佛塔佛寺，或者是见到佛像、菩萨像、声闻像、辟支佛像，能亲自操办去供养布施，那这些国王贵族等人可以在3大劫长的这个时间里，3大劫就是至少3000万年以上的未来的时间里头都能转生为帝释天王。帝释天王呢，大约就是忉利天的天王那太富贵了能享受这个帝释天所享受的那样的
那比人世间那要美好多了，那要美好无数倍啊！接下来又递进了哈，能把这份功德，就是供养这个佛菩萨这些功德哈，能够回向法界的话，那么这些国王等贵族的人哈，在未来的10劫中，10劫是一种超级时空，比如说1亿年啊，未来1亿年等以上的这个未来的时空之中哈，可以时常转生为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可能比忉利天还要高，还要大，生命更久，更加富贵。大约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还有呢，地藏王菩萨，如果在未来世啊，有国王大臣贵族们啊，遇到佛的这个塔庙，或者遇到佛经佛像已经破损损坏的啊，就是佛像佛经也好，都被损坏了，因为时空的原因、火灾的原因，是吧？这已经有点破损的，很正常。如果他们能够发心去修缮的话，或者他亲自操办，或者劝其他人或和其他的很多人一起来共同的修缮结缘布施的话，就你要亲力亲为。比如说我们修道场了，说你拿刷子刷了一刷子油漆都是亲力亲为。要铺地板了，地板不是什么特别细致的活，你也帮着一起跪在地上，在那去修地板、装地板，那这都是做功德呀，都是亲自在办哈。那么这些国王、贵族等人，在今后的，就是因为我们轮回转世嘛，百千生中常转生为这个转轮圣王。如果和这个国王一起进行布施的其他人在未来的百千生中，时常会转生为小国的国王。从这里可以对比出，佛说的成为转轮圣王的话，就相当于很多小国进行联合推举的最大的皇帝，联合国大皇帝那么其他的跟着国王一起进行做这个功德、修缮佛庙佛经的人呢，就转生为小国国王。就现在来说，至少是个省长。如果能够在塔庙前发心回向，是吧？我修整了这些残旧的塔呀、庙啊、经典啊、佛像当我做这些功德的时候，我还能够这个发心回向的话，那么这些国王和一起布施的人，都将以此无量的功德而最终觉悟成佛。你如果不回向，就成为那个天王转轮圣王、小国国王、总统、省长，是吧？那个如果回向的话呢，就成佛。这回向怎么这么大的作用力呀？真太殊胜了哈！真是欢喜赞叹继续再讲哈。另外，地藏王菩萨若在未来世中有国王、大臣、贵族等人见到那些年老多病的人，或者是见到那些将要生产生宝宝的这些妇女若能够在一念间升起大慈悲心为他们去布施医药食品床具请医生给他们看病能使他们得到安乐的话，这个福德是最不可思议的，在100大劫之中，时常成为净居天主。净居天呢，就是在色界天中的第4禅天，几乎没有欲望、没有忧虑的这么一个超级的美好世界是不得了的。色界天的概念就是当你这个你这个人体都处于一种模糊状态你像玻璃体，只比玻璃体还微弱，但是它的生命更长久，根本没有什么忧虑，根本就不吃饭也不饿对，无欲无求，但是一直处在一种幸福快乐的状态，对不对？它的寿命的话，那不知道多少劫了那太长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一种世界，叫净居天成为净居天主，你这功德大吧在200大劫之中，时常成为
六欲天的这个天主。这个六欲天呢，是指欲界天，又在200大劫之中成为六欲天的天主，最终必定成佛永不堕恶道。最终你还成佛，太神圣了，太神圣了。还有呢，在今后的这个百千生中永远听不到那些受苦的声音。这是指什么呢？你会一直转生到非常美好的那个世界，至少天国以上的世界，它根本就没有痛苦烦恼，你怎么能听到那些痛苦的声音呢？是指这个意思太美妙了。接着说，地藏王菩萨，这个倘若在未来世中有这个国王、大臣、贵族等人做以上的种种的布施，就能获得无量无边的福报。那当然了，若能把这些功德回向的话，无论功德多少，最终必定成佛，更别说转生为帝释天大梵天王转轮圣王等等福报了。因为你最终成佛的境界要比这些成为大梵天王要高多了，它是最终极致的，没办法超越的最高的境界嘛。对，你最终能成为佛呀。就这么棒记住怎么成佛的呢？就是把这些功德回向，无论你的功德或多或少，都能成佛。这个太棒了。所以地藏王菩萨要广泛的向一切众生宣讲这其中的道理劝说他们学着做才对好，前面这是对国王、贵族婆罗门这些贵族们讲的在接下来要讲的呢，是对我们普通的，就人世间普通的阶级的老百姓讲的。佛接着说，地藏王菩萨在未来世中，若有普通大众在佛法中种一点点善根，哪怕是一丝一毫，他们所受的福报都会大得不得了。怎么说呢？在未来世中，如果有普通大众见到佛像、菩萨像、辟支佛像，甚至转轮王的像，能去布施供养的话，即可得到无量的福报，常在人间还有天上享受最美妙的安乐。就是人间还有天上这又递进了不一样的。若把这份功德回向给法界的话，那这个人的福德就多得无法比喻了。地藏王菩萨在未来世中，若有普通大众遇到大乘经典，大乘经典的特点就是里面有菩萨名号。那么早期的小乘经典之中没有菩萨这样一种概念，大约这么个差别遇到大乘经典，或是听到、看到其中一句偈语、一句经文，能发大真诚心去赞叹、恭敬、布施供养的话，那么这个人会获得巨大的果报。若能把这功德回向法界，记住回向法界，那他的福德也就无法比喻了。那就是回向之后，就像一个放大器，是吧？回向之后就把这个就1块钱吧变成1万了，变成10亿了，就是这样。那回向我觉得就像超级放大器另外，地藏王菩萨在未来世中倘若有人呢遇到新的这个佛塔、佛寺、大乘经典，能去布施供养、这个瞻仰礼赞、恭敬礼拜的话若是遇到旧的、已经破损的这个佛塔、佛寺这个佛像、佛经，那么这位善人或者自己去发心修善，或者是劝说多人一起来进行修善的话，那么这些一起发心的人在30生中
常能转生为小国王，而那位领头发心的人，在30生中常常转成为转轮圣王，就是等于联合国的总统，还可以以种种善法去教导那些小国王。你看这多神圣啊！最后地藏王菩萨在未来世中，倘若有普通大众在佛法中所种的善根，或者是供养布施，或者是修缮塔寺，或者是修复经典，哪怕只做了一丁点儿，如此的善事，如果能回向法界，那么此人的功德在未来100千生中都能得到无上妙乐。无上妙乐就是没有比它更美妙的快乐自在了，那都没法比喻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就是太美好了。如果只是回向给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眷属亲人的话呢，那么所得到的福报都是3生享受快乐，这叫做舍一得万。你看你只做了一点点功德，你看看你转世之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小国的国王，是不是啊？那多快乐，还能获得3生的这个快乐。所以地藏王菩萨这个布施的功德利益就是这样的。我讲到这儿呢，第10品到此圆满。师父，那么在原文当中呢，还有这样的一段，是说国王他们在欲布施的时候呢，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喻。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词叫下心含笑，也想祈请师父再给我们更多的讲解一下，什么叫下心含笑，如何来理解它。请问这个国王、君王、大富贵、大婆罗门、超级的通神的人，他们的面对这个穷人，还有印度不是有这种族阶级吗？就是我是高贵的人、大富贵人、有权利的人他和这个贫苦的流浪汉，躺那根本没饭吃的人，他是一视同仁的心情吗？对，这些国王大贵族都是非常高高在上的，那底下那些低阶层的人都不敢正眼看的。在古印度和西藏，都是穷人、普通人见了这个高贵的人都是弯了腰的，古印度更是如此。所以呢，弯了腰，你的位置就是低，对不对？甚至是跪在那里的。所以呢，你那个要慈悲的心向下看了。是吧？把你的心也要调低一点，是吧？首先要向下看。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富人，又有钱又有势，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我看的都是往上头一点，就是昂首的这种昂首挺胸，飘飘然，都是你的能量是往上所以就是这个有大富大贵的人当这个哲学家提醒他们的时候，都是说，你的心要沉静下来。比如说，今天我考上大学了，你的能量飘上来了，是吧？今天我突然间中奖了，你的能量是往上走，对不对？还有今天和朋友吹牛喝酒高兴了，能量往上走。当你看，尤其是明显的能量往上走的时候，就出现说错话、做错事，就头晕乎乎的，高兴嘛，就是吹牛吹高兴了。那种晕乎感都是这个能量集中在头上了，有了这种叫做飘的飘飘然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就缺少了那种沉静的
踏实的、稳重的、智慧的理性的思考人都会有这样子的。还有江湖上有一种话叫做捧杀了他。我们想害他，我们就用各种的方法去奉承他，他说的话多了之后，大家就会抓住破绽。当被捧的时候你就会洋洋自得。人是看不见自己的，而且人总是相信别人赞美的语言。大富大贵的人，高高在上的人，他是藐视穷人的，习惯性藐视穷人，对不对？所以呢，佛就告诉他们，你要想积这份功德你一定要慈心向下呀你看这个众生的这个眼神和心态你关怀他们的时候，你心要静下来，用真正慈悲的、关爱的这种心，因为这叫这个慈悲怜悯之心。所以佛就教化他们，这样的富贵的人，你要用大慈大悲的心还有怜悯同情的心去关注一下这样的贫苦阶级。那里头还有说残疾的人，对吧？他本来生活就困难，对吧？残疾人去面对生活很困难。还有的人就是各种的原因，就是我的智力没那么好，那你想赚钱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就是过贫苦的日子所以你要去用慈悲怜悯之心，要看待这些贫苦的人。所以那个下心含笑下心我解释清楚了。含笑就是佛在解释，在教授这些大富大贵的贵族当去救度穷人的时候，说还要包括细节上都嘱咐了你既然慈悲心，不要愁眉苦脸的你还面带慈悲的笑容，也就是你的表情、你的肢体语言也要表现出你的爱心来你不要布施给你的说呀，给你吧，就像扔给野狗一样那样子，那不行。说那不叫慈悲，虽然含有慈悲的意思，但是说你没有真正那个慈悲心，没有真实的体现出来。对，所以佛陀是教给这些帝王和富人这个真正慈悲心到慈悲行的这样的细节。师父还有一段经文就讲到，也是佛陀的教诲就是说，若未来世有诸国王，就这些富贵人们遇到佛塔、佛寺、佛菩萨的像，都要恭自迎办，供养布施，就是要亲力亲为亲自的去供养跟布施。所以这一个指导也是很关键的，也请师父再阐述一下，教导一下。这里就是讲的是，你当遇到这个佛寺佛塔造佛像等等，像这些慈悲事业、供佛供菩萨的行为包括供奉这个道场的行为，说你最好，尤其是指这个主人或者这个国王或者你这个机构的这个老板董事长，你最好要做到亲力亲为。亲力亲为，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就拨了些款过去，这个也是慈悲的但是你亲力亲为的时候，你有一种感受那种感受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超度自我提升所以我们在建我们道场的时候，大家来帮忙做事比如说刷个油漆垒个墙前头又修屋顶，做的人虽然辛苦，但是内心的那种幸福感我觉得那个幸福感也可以成为是另一种法喜。当产生这种法喜的时候，就会产生无量的功德，就消了我们过去的一切的大罪大业，将来不下地狱往生极乐的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是特别好。但是呢，我们同样说，我呢只是给了那么多钱，也雇了人去给你们做慈善，给你修道场，这个有功德吗？有，同样是有这个功德。但是作为发心人来说，你没有直接参与的那种体会
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包子比较好吃，这个味道口感很好吃哈，但你听说的和亲自尝确实不一样。为什么很多人花钱去旅游呢？对不对？那你在电影上、电视上，你今天去查世界各地著名的景点，你都能看到。那为什么说我还要花钱受罪，坐飞机10几个小时，我要亲自去看呢？不一样，那种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亲自体会的感觉是完全不同。但是呢，使我们的那个就是说慈悲心和功德就会更大。我比喻来说哈，比如说我们自己同样我拨了这么多钱去做慈善，去帮穷人或者修佛庙，所获得的功德是1万。那我亲力亲为，既拨钱又带一群人去干这个活哈，那所获得呢就是10万。它不一样，这功德会放大。因为其实你在做的这个时候，是你自己的那种真实的那种做慈悲、做慈善，乃至和佛菩萨或者和道场的师父在接触的时候，那种体会，本身就在得到了度化对，它会深入你的人心。比如说你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有的时候是因为我同学介绍，我是不好驳面子，我不得不出这笔钱来做慈善。可是我亲自去做的时候，说哇太好了，做慈善让我好幸福。所以它的从根本的性质上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容易被度化，容易产生更巨大的功德，就是这样子它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师父，那我们也知道，在佛教史上是有非常多了不起的国王，他们听从了佛陀的教导，修造了佛寺啊、佛塔呀，去传播佛经。所以也是想请师父也给我们介绍几位这样了不起的国王，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些善举。这个在世界历史上这个都数不清楚有多少。在印度来说呢，就是最早的有一位那个大转轮王叫阿育王，他当时呢就有点很像于中国的秦始皇，就他将当时的印度恒河整个这个区域这个很大的面积都已经可以统治了，也就是有很多小国、小诸侯国大的这个部落那么多的小国，他给他统一了。但是其实就像一路打，就像当年成吉思汗一样，你打本身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你带的，比如说你带的100万军队，难道你把军队都留下吗？打一个地方不会吧？你能留几十个人军队就不错了，对不对？打过去的，你带着你的大部队一直往前打过去的地方会不会造反呢？所以你的统治领导马上就会发生问题。所以等阿育王把印度打得差不多了，很多人该投降的、该臣服的，因为打不过他就说那我就听你的吧，就是这样，好像统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仗刚打完之后，自以为可以成为一个转轮王，一个大皇帝了，但问题就接二连三的就发生了。他打过的这些国、这些小国，等他的大部队都走过去之后，他们又造反，而不是一个造反，都造反。那么阿育王就有一位妃子，这个妃子呢就信佛。他这个妃子呢，因为经常是打坐念经，就是很有智慧，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应该是以佛理治民，来统一诸国。怎么办呢？就是首先这个你将这个佛的这个慈悲来把这个概念说，我要学习佛的慈悲，对众生一定是这样的慈悲的、普度的、帮助的，而不是伤害。但是这佛教讲究大事都要焚化嘛，就是火化烧出来的很多舍利子，就像彩色的明珠一样，舍利子84000颗，它就分到了整个印度各地，尤其是他征服的这些国家，修这个佛塔、舍利塔来供佛的舍利，等于是阿育王将这个舍利分给诸国的。设舍利塔的时候，他也做功德的，应该是在古印度当中，应该也与佛法相关的，这个叫做
阿育王柱。阿育王柱其实那个时候就代表着叫皇帝的威仪。他呢就是说我既有威武，我还有慈悲。那他是这样的一种做事方式。那所以的话呢，阿育王也为此供养了很多的僧人，修了很多的道场。你比如说修了这个佛舍利塔，都大石头的，对不对？那旁边要有人修行啊，对，他所以要给这些修行人拨地。那时候没办法给你粮食，这个修行人也叫农民，那给你地，只是修行人用的这个土地种了粮食，不用缴税，你们可以自己吃。给你多一点的话，你多的粮食之后，百姓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斋济百姓，是这样。所以这个政策呢，中国和世界各地都用了。所以他做了这么多的功德，这么多的事情。还有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也是唐朝就武则天呐，他也是非常的弘扬传播佛法哈。他亲自写的这个《开经记》，对，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就特别好，就读这个《开经记》都让自己升起恭敬之心，特别的感动。这个武则天就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女皇，就正式做皇帝的大周皇帝嘛好，武则天的这个功过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她的悟性。她在那个时候就曾经就发愿，跪在佛前发愿，说她呢自己读《金刚经》读不懂，说读不懂没关系，我呢抄写，用舌头尖刺破之后，那个血再掺朱砂什么之类的细节那个配方我不知道，手上有他自己的血，就是舌头尖的血，来抄写《金刚经》。他的愿望说我要抄写10万遍。今天很少有人有这个武则天皇帝当年亲手抄的《金刚经》这个原本，我们说的是原本。在国外一些大的博物馆，有的人就有，可能是他的原本，已经非常非常的稀罕和珍贵了。但是我读过原本的手抄本的，不是武则天，是武则天花钱动员别的文化人抄的，通常都是说，比如说我是工部侍郎张老大这个对恭敬沐浴这个临抄这部佛经是这样子的。对，他都是有他底下这个官职的名字，因为只有读书人才有文化嘛，普通人没有文化的，而且那个字都是亲手写的，都特别漂亮，甚至这个一个错别字不能有，如果有这一页就撕掉了，再换一页。他等抄完了之后，再按每一页再把它装订起来，是这样，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武则天据说就抄了2800多册《金刚经》。所以这个人他是对于更高境界的佛法和哲学，他是有人生大追求的人。一般女人来说是吧，嫁汉穿衣吃饭，找个男人混日子就过去了，大不了像那个清宫后宫的斗，能成为一个什么叫什么正宫娘娘是吧，贵妃或者是皇后就最高了，对不对？我觉得他也不是争，是在整个的被迫害的过程之中，最后成为皇帝的。所以最后皇帝不上朝，就让他，是吧？你看看那些奏折该怎么批，你帮我批。所以武则天那时候根本就不是皇帝，就帮皇帝批奏折，半夜挑灯批奏折，批到凌晨4、5点，都是他帮着批的。但是他不瞒着皇帝，皇上问他都是给他读，不说谎。皇帝，你觉得我这样来处理合适吗？有的时候说合适，有的说那你为什么这样来处理呢？他就把道理告诉他。皇帝说有道理，干脆以后就交你来处理吧。所以他是帮助皇帝料理国事，最后习惯说皇帝就觉得还是你最厉害，你就帮我弄这件事儿。慢慢的，最后很多大臣也不如他那个境界。那些当时他们唐朝的皇帝的什么女儿孩子、儿子、孙子等等的，都是玩花天酒地，
谁从西域进了什么五花马，什么青鬃马、汗血宝马，是吧？谁又从非洲弄来一个奴隶，谁又弄来一个大红宝石，是吧？都是比富贵、比奢侈，就是这样子的。哎，都是看谁吃的胖。哎，这富贵啊，他呢不洁身自好，我要做好该做的，要对这个国家也有好处。你们都去玩去，我也帮着皇帝去做这些事儿。因为皇帝也不懂，皇帝也发懵。经过他解释之后，皇帝也觉得有道理，他有道理。所以每一次皇帝处理正事最棘手的事都牵着当时武则天呢，叫武媚娘，牵着武媚娘的手，来，你帮我来一块听听看这件事怎么弄，都是拉着他当主心骨啊。所以把他最后自己觉得自己是皇帝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皇帝出不了的事，处理不了的事，都是让他来处理。但是我们看到的剧本之中的凶狠，再看他做了很多慈善的事情，修庙，迎请佛舍利啊，迎请佛舍利来之后，建塔建庙，供养，为这个佛舍利，就是首先要供养3000多僧人，那多少钱呢？多少饭，多少地呀，对不对？而且到后来，到近代，这前几十年发现了这个法门寺地宫，就是放这个佛指骨舍利的地方之后，在那个地宫地窖里头挖出来的，多数的最宝贵的东西都是武则天捐来的，什么金碗、金碟子、丝织品、宝物、宝函，那个放舍利那些宝物，全部都是他捐的。他据史料记载，他亲自去祭拜。凡是4月初8，他一定去法门寺祭拜，都是亲自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人是该处理政务的时候不留情处理政务，该礼佛、该念经的时候一定要去做。他经常有的时候处罚那个大臣，说这样吧，比如说你做错这件事情了，我处罚你抄写2本《金刚经》，可以吗？我不用惩罚你，不用进监狱了，好吧？这抄写《金刚经》的这个功德，就算是免了你的罪了，可以吗？那你说他狠不狠呢？很仁慈了，就度了他了。所以他兴建了很多的寺庙。说今天龙门石窟的开凿，不光是龙门石窟那一尊大佛像，里面旁边很多那个洞雕的那些佛菩萨像和经文，都是他出钱做的呀。所以大唐王朝的这个兴旺发达，我觉得也与武则天的巨大的贡献，是因为他有一个无比开阔的心胸哈。这个有绝对的关系，包括他的佛教文化的发展。说武则天派的这些使臣连和尚一起去日本，去韩国，去我们今天都已经分不清不是国家，比如像中国东北地区，那个时候是外国，去周围去传播这样慈悲善念的这些佛学道理。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是一个心胸非常的超然的一位大士。不得了的。好，那师父，今天我们整个这个经文讲下来哈，听明白了哇，原来回向之后的话有这么大的功德哈。所以请师父再多讲一下啊，什么叫回向法界，怎么做？这里佛所讲的呢，回向又是什么呢？通常比如说我为我的母亲做这份功德，我的回向说我以此功德回向给我慈悲的母亲，比如愿她健康长寿，早日康复，对不对？还有说往生的母亲呢，就是我愿她消除一切世的一切的恶业不会下到地狱，不会堕到地狱希望佛呢慈悲，以此功德接引他去天国或者极乐世界，是吧？一般人他有指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做这份功德，这份功德就是一种慈悲的能量，他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回向的就有指向性，是因为我对母亲有这样的一种愿望，所以呢希望做这件善事而产生的这个正能量，这个吉祥的能量还给我的母亲，这是很合理的一个心态，对不对？可是佛在这儿教化我们说，如果我们做这些善事的这个功德不是回向给一个人，而是回向给众生的话，或者是回向给法界的话，那这个功德就是巨大的，就像一个放大器
他把这功德一下放大了若干倍。我本来是一份功德，看得见可数可轻的这个一份功德，变成一个无量的功德。大家说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在思考呢，我觉得这个佛陀的伟大哈，佛陀是叫做超级心灵导师。这个回向就是一举多得。比如说我回向给我的母亲，如果我们在这个角度从一个人来说，再放大一点呢，如果人生一直在生灭的转世，对不对啊？回向给我七世的母亲，回向给我的七世的父母，回向给我所有世的父母。看到别人也都孝敬自己的父母啊，回向给一切母亲，你看天下的母亲一下就变大了。一切的母亲，我们一般想的就是一切人类的母亲。那畜类呢？就我们这个生生世世，今世是人，下世可能是牛，来世是一只鸡，后来是一只羊，都是可能的呀，对不对？一直生生死死的转世成不同的生命状态。那个法界是什么呢？那我所理解的呢，通常到佛菩萨那个境界，他的世界就叫法界。所以那个佛身即是法身，所以叫法身佛才是他的真身。比如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呢，报身，他接引你的和显象的叫化身，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法身反而是他佛本有的真身。那这个真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是以宇宙当中最大的那个状态当中的那个真实。我没办法去来描述，没办法描述。它已经就是不属于在六道轮回的那样的一种生命体，是超越的。我再讲大一点呢，比如说在佛经里经常说，你看这尊佛那尊佛是吧？无量的佛，无量的佛，每一尊佛都有自己的世界，对不对？无量的佛国综合起来，那个世界就是法界。那这样一个佛的这个世界，是在太阳系来说，可能1000万个太阳系才是一个佛国，就这么去比，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种状态。佛门里头分很多个境界，一般普通众生说，哎，我死了不下地狱就行，是吧？不下地狱可能在人道，也许到天道。所以下三道当中有地狱，还有恶鬼畜生嘛，是吧？所以我们不在这下三道之中，我们可能在人道和人道以上这是一般人的追求。那么再高尚一点的追求呢，比人道的追求还要高的时候，就是说让我开悟吧，让我积功累德，是吧？来世可能我做天人，是吧？我超越于说我们受苦的这样的生命。你看做个人多不容易啊，对不对？光一个恋爱就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对不对？所以我要超越他。但是这些还不够高。修成阿罗汉够高吗？无欲无求，生命状态那是也数不清活多少年了。说这还不够高，我要活到是法界的状态，那个状态就叫涅槃。那个涅槃不是死，而是永生的意思。涅槃那个状态，而是说我的化身能随时出现在所有的世界那是一个就是佛门追求的极致的状态。所以在佛门之中，它很理性它不是说一元化的这个世界，一个神一个世界这样。佛说的这个世界是无边无际，还有很多的佛国和宇宙的世界知道了所以这个回向给法界，回向给你这么理解，回向给全宇宙不是爱人类众生，爱所有的众生的意思。无论是神佛菩萨罗汉金刚天人恶鬼地狱畜生，一切都能受益。我觉得这样去想是对的。所以就从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不光是面对的时候，我今天修了这个庙，印了这个佛经之后，我得什么好处？不是，我要把这份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一切的众生，所有世界的众生，其实也给他们变成一种心灵的
沟通，第二个是对他们的关照，慈悲的关照，或者是慈悲的共鸣。还有不够慈悲的人，希望我的慈悲能引导他们一起慈悲，这就叫做大慈大悲。这样药师佛说，我心中燃起一盏光明的灯，将我身体照亮，还将我的世界照亮，我还要将一切的世界的众生都照亮，让每一个众生变成一个超级的灯一样，再将所有的世界的众生的心和世界照亮，这就叫做大光明啊！说我慈悲，我做功德，这份功德是属于所有的一切众生的，而不是我的。所有的母亲都能获得如此的功德呀，那是多么巨大呢？佛度化了谁呢？度化了有这个回向心的这个人啊，对不对？你自己的心一下就提升了吧？从一个小我说，哎，我给我妈超度一下，去哪里了？天天打电话问师傅，他去哪了？啊，说这个时候我就不在乎了，一切的众生都能功德无量，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你看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在做功德的时候，反而是被一种更高境界度化、感染的、提升的这样一个难得的过程。说这个回向是这个好处啊，把你的慈悲心，本来是说，哎，都朋友叫我来一起来帮着修个庙，说正好这2天休息，好吧，我来修一修吧。这是谁在里头供的是谁，我根本不在乎，我就是帮我朋友来干活的，对不对？那你修完之后有功德，但是留给你的印象有多深呢？非常淡。说去过哪个庙吗？去过，我就帮他干过活，屋顶漏了补了补。那你们有没有礼礼佛？都没空，我也不信。你看就这样过去了。说如果这样子，你干脆你把你做这份慈善这个行为的这个功德回向给宇宙众生呢，你还会淡淡的过去吗？立刻就升华了，从一个普通的凡人升成大菩萨了，甚至立刻成佛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是佛为什么说你今天听到讲这一段你就能成佛呢？就是这样的，真的苦口婆心，让你一步登天，一刹那成佛的这个方法。说有的网友还有一点小小疑问啊，就是说，就是如果自己做的这个功德其实就是很小的功德，一点点的功德，也可以去做这么大的回向吗？当然了，比如说我在佛前献了一朵花，对不对？并且这个花还不贵，但是你要有一个美好的心呐。前一讲我们不是讲了吗？你供佛的时候哈，你不能把脏的不好的东西供佛，对不对？但是这个花是干净的，还是我亲手摘的，希望啊佛看的这个花能够打内心产生欢喜，内心慈悲，是吧？当你回向的时候，说一切众生都能欢喜，一切众生都快乐，一切众生都解脱，一切众生都法喜充满。对，所以这么一件小小的慈悲，一下就放大了全世界去了，这个功德就大了，所以那就成佛之路就来了。所以这个回向这个心太重要了，了不起。那我们网友还有问，就是说怎么做的更如法哈？比如说我们这一天之中啊，我念了佛，然后又去佛前礼拜了，又去做了供养。就像比如说，如果我们以前禅堂开的时候，上一天课下来，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修行的内容。那他问的是说，那每一件事情做完之后就回向呢，还是可以到一天结束的时候一起回向呢？这个由自己决定。我觉得有时候你怕忘了，比如说你说我到半夜我在回向，结果一忙活就忘了，要想回向就睡着了，是吧？所以其实你在动手的时候和心里想的它是不影响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一边比如说上了香，我就想以此功德回向给全世界所有的众生，这个它不会影响你的肢体行为啊，可以同时进行。其实我还是想感慨一下，就是这个经文到最后的时候哈，佛陀总结了一句，说这就是舍一得万呐。其实我读到这句的时候，心里就特别感慨，因为经常听师父讲做功德是舍一得万呐，所以还想请师父也再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做功德以及回向的这种为什么这舍一得万这种扩大性啊。
那今天又讲的这部经，这经文里头和我所说的这句话一样，说我在小时候没有读过这部经啊，所以这句话就在这儿吻合了。所以我们读到这儿说，哎呀，师父说的一样啊，怎么一模一样？舍一得万。我说舍一得万是基本的啊，你比如说你奉献了，按钱来说是奉献了1块钱，但是你得到的福报呢是1万块钱以上，1万块钱以上是10万啊、100万、1000万、1个亿、10个亿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佛给我们众生留下做功德、做慈善的这个留下来这个叫做功德增长的余地是巨大的，对，所以舍一得万，这是我的直接一种总结。我们讲它真正的这个意义就是这样说：你想，我们作为普度众生来，你想富贵吗？你想智慧吗？你想解脱吗？我说的解脱不一定说迅速成佛哈，比如你的人生的烦恼之中解脱，不被烦恼障碍，对吧？想吧哈，这是看起来很具体，对不对？其实做这些功德就能获得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舍一得万的这个万，它都化成金钱嘛，含有金钱财富的这个部分，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比金钱还要重要还要实用的东西，比如说安定的心，对，安定的情绪啊，智慧的大脑，是你居住的环境都是平安幸福的，对，这都是功德呀，功德福报来着。所以舍一得万的这个范围都是人生当中啊，甚至是跨世纪的。比如说我说的世纪是指生命的轮回世纪，比如说我这一世基本吉祥，我来世还吉祥，那么1000世里头还是吉祥的。你知道修佛法的人稍微高一点的境界，有一种境界叫什么呢？只要他在那里的十方土地都是吉祥。在中国远古传说，比如说远古时期不是有3皇5帝嘛，是吧？3皇，第一个皇叫尧，第二个皇就是叫舜，第三个叫禹。叫尧的这个我们的祖先皇帝呢，他的几个大臣就说：你是皇帝，你的法力高强，武功高强，对人又好，对不对？你应该传给你的孩子呀。有几个大臣就说：我们推荐你大儿子。我说的不是原文的意思了，但是大概就是说，大儿子太愚笨，说二儿子太滑头，三儿子太贪小利益，说这些都不是成为一代帝王的这样的人才，这教都教不出来，说不行，所以我不能在自己的孩子中选。他说呢，我呢希望说你们到天下给我推荐优秀的人才，将来能接我的班，成为利益我们这个众生的皇帝。对，他们每年都有人找到一些人才推荐，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推荐了一个人叫做舜啊，他说这个舜长得也还可以，是吧？那个时候挺能干的人才有很多都长得挺帅的哈。你为了考验你的先天的能力嘛，是吧？先给他放到了一个森林里头，这个森林是一个大团队拿着兵器进去之后，就把他一个人放进去了。那么让他几年之后出来，等出来的时候，这个舜带着很多动物出来了。那个时候啊，很多动物，比如说牛、羊、猪、鸡、鸭、鹅，很多是没有人驯化的，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就从舜开始养殖，把它放到森林里，对不对？那时候狗也出来了，那个狗是野狗吧，跟着它；野猪跟着它出来啊，野羊啊，对。这些东西很多一大堆跟着出来了，就开始了养殖。我说这个不得了，说厉害，说还不够，还继续考验啊，给它放到北方的干旱的地方，就是现在就是河北省的那个邢台、邯郸附近。当时在远古时期，黄河决堤就冲那里嘛，全是小沙漠，根本没有种植，也没人烟。好，给它发配到那儿去，说你到那儿待3年再说。但是呢，这个皇帝已经看到他挺厉害的，就把当时自己的有2个女儿赐给他，给他当太太，给你帮个忙嘛，干个家务活啥的，就带2个太太去了。他去了种庄稼，
不容易长。最后他研究了那个土壤之后呢，烧陶瓷，路过的人最后变成什么呢？在那里去批发他烧制的锅碗瓢盆大水缸。那个时候陶器比较少啊，他就烧这个来卖。这个皇帝就已经预言过了，说这个人曾经住过的地方，未来都会成为大都会。这就是圣人，圣人住过的地方，未来都是飞黄腾达，非常的兴旺繁荣，就是这样。所以呢，在古代人类都是共同观察出来的这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一个大慈大悲的人，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太大的灾难，就是特别吉祥的。哎，对，这是一种慈悲吉祥的场，就把这一块那些灾难都给压下来了，以他的功德就把它抵消掉了。所以我们舍一得万，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所以我刚才讲的很俗，就你想解脱吗？你想富贵吗？我觉得我希望众生都富贵啊。总是有人给我写的是我要找对象，我要找工作，对不对？你好好做些功德，但是别贪求，还要实在。你将来你发财的机会就来了。你不要说我今天找工作不好找，凡是有生命的时间，你有那份功德哈，到任何时间哈，你都能找到好工作。该发财的时候，不管这个社会多困难，你都是富人，就是这样。像佛经里讲的这个样子，我本人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啊。我拿我自己为例来说哈，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在到了7、8岁、10来岁，我说话都是不清楚的，很多字我都咬不清楚字，很多字说不出来，让我成篇的说话，那简直是，那就逼死我了，就不可能的事。当我修行到有一天的时候，我就上课讲法，我可以这样讲，口若悬河的讲6个小时、8个小时，我们可以一直进下去啊，内容不会重复。这个是什么呢？不是个人智慧，这是佛菩萨给的，佛菩萨加持之后、摸顶之后给的。所以当佛神给你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眼光和智慧来评判它。所以大家在那些修行去做功德，我们所获得的这样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收益哈，就叫不可思议，没办法说。我们在研究佛法，不光自己受益，从佛教发展的历史啊，到今天，到走向社会，到大家的反应，到佛学思想的辩论，我都去研究它。但是更多的研究是灵性的感悟，而不是说像学术界的那种讨论。学术界的讨论几乎都是在纸面上的打架和吵嘴，就看谁看的历史资料更多而已，其实没什么讨论的，就是没有思悟型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在给大家平常所表达的佛法的时候啊，都是很清淡的啊，也让人也听起来容易接受的。但是深入学习佛法的人就觉得，我讲的太清淡了，因为讲重了，一般大家会反感。所以今天我讲的佛经，佛经就是这么讲的，我只能如实的告诉大家，就是这样。那里面这些受益和功德，我就是见证者，也只能说是叫化腐朽为神奇啊！真正好好修行过佛法的人，最终的见证的总结那句话就是化腐朽为神奇。从我个人来说，我就是个腐朽的人，我既不能说又不能做，身体又差啊，学历又低。其实今天我能说能做的，远远超越了我本有的知识了，远远的超越了。那今天我们帮助过的人，从知识分子来说，从教授、博士，我跟我们学的人几乎都是比我们高学历的人。所以佛法的它的神奇性，我们实在不可思量的。就是化腐朽为神奇，枯木开花，就是不可思议。所以你相信我的话的话，你也跟着我去学着去做啊，都是可以的
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个经典的这个解释就到这里吧哈。好，我们所有人合十哈，恭敬合十啊。我们先跟我一起说哈，恭敬感恩地藏王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药师佛，愿以今天讲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宇宙世界一切的众生，回向给整个宇宙，就不仅仅是众生，回向给整个宇宙。愿全世界，愿全宇宙吉祥平安。和我一起想的人呢，我们得到的功德与福报就会更大。对，希望大家以后每天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早餐的时候因为是一天第一次吃饭嘛希望天下一切众生都有饭吃要去这样想我要睡觉的时候愿天下众生都有房住，都有床来睡觉。对，有这样的感恩心的时候，我们睡得会踏实，会相对坦然一点，知道吗？当时我都是用我的七情六欲的心，总觉得我怎么少这个，我怎么缺那个，我怎么求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求的欲望的心的时候，就让我们睡不好觉。也让我们担忧恐惧的心的时候更睡不好觉。但是用这种祈祷和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睡得更好因为会有功德，甚至一切鬼神菩萨都会护佑我们的。好，祝大家健康长寿，智慧无比，幸福快乐，得大自在，再见了。